这样只会拿鼻孔看你的小姨子，竟然背着姐姐在深夜敲响你的房门，还说姐姐再不和你圆房，她就嫁给你。就连丈母娘为了留住你这个女婿，居然也同意了。而这一切都因他们能听到你的心声。你穿越成一本小说里的炮灰赘婿，在知晓全家都是炮灰后，就决定放弃挣扎，专心吃瓜。这就是我那美若天仙的将军老婆了。可惜了，再过不久就要被人栽赃陷害，送到菜市口当街问斩喽。哎呦呦，这个拿鼻孔看我的，不用想也知道是我那个小姨子，挺活泼的一个小姑娘，可惜是个恋爱脑，让人骗财骗色，最终含恨自尽。这位漂亮的阿姨应该是丈母娘吧？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虽然嘴上尖酸刻薄，可实际上挺关心自己的，只可惜被人诬陷私通下人，最后只能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不过最惨的还是这位秦家家主秦少良，先是妻子受辱自尽，又好端端的被扣上了叛国之罪，还被曾经的同僚至交背刺，太可怜了。你一个个回忆着小说中这一家子的悲惨结局，却发现餐桌前的几人全都停下了动作，死死的盯着你。不是，你们都看我干嘛？丈母娘陈氏立刻醒悟过来，没事，只是大家太久没看见你，怕生了脸。旋即她热情似火道：“你入赘咱们家，没少委屈你吧？来，以后就把这里当自己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咱们都是你的亲爹娘。”陈小梅一边说着，一边还帮你夹菜。你岳母说的没错，日后秦府就是你的家。秦少良也转身询问丫鬟：“你们姑爷的月钱是多少？”回老爷的话，每月20两利银。丫鬟小翠如实说道：“太少了，咱们秦家女婿可不能过穷日子，加到60两。”秦少良大手一挥，直接涨了3倍。是老爷。小翠躬身行礼，但内心却是奇怪，为何老爷与夫人突然对一个赘婿如此关心起来？然而令他们更惊讶的还在后面。只见三小姐秦雨墨突然凑到你身边，甜甜的喊了一声姐夫，接着又给你夹了一根饱满丰盈的鸡腿。姐夫，我平时最喜欢的鸡腿给你，可不许嫌弃啊！你看着眼前的一幕，脸上满是困惑之色。你记得自己穿越前的男主可是一位父母双无的落魄秀才，全靠着拥有与秦家的婚书，又恰逢被朝中大臣拿来弹劾秦家，才导致秦监家不得不让你入赘。虽然前身对秦监家极为爱慕，但秦家根本没人待见他。可是现在你低头看着碗里满是菜肴，这跟小说里完全不一样了。妻子秦监家瞧着眼前的一幕，先是微微惊讶，随后很快便明白其中的意思。原来他们也能听见徐秋的心声，同时也知晓他们的悲惨。你随口客气地说道：“感谢岳丈岳母，感谢雨墨，那我就不客气了。”晚饭结束后，你跟着老婆秦监家一起离去，留下秦少良、陈小梅与秦雨墨3人对视起来。秦雨墨抿了抿嘴，忍不住开口道：“爹娘，刚才你们都听见了。”你娘耳朵没聋。陈氏淡淡回答道。秦少良表情严肃，对旁边的丫鬟吩咐道：“你们都出去吧，有事再叫你们进来。”随后秦少良才对他们俩正色道：“这件事情你们可莫要对其他人说，能听见子婿的心声，从古至今确实闻所未闻。我感觉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陈氏没好气地对丈夫说道：“你之前不是一直叫他倒插门吗？现在怎么热情地叫子婿了？”秦少良摸了摸胡子，悠悠叹息一声：“今时不同往日了，最近我在朝中诸事不顺，总感觉有些不对劲。方才听到他的心声，才有些醒悟。虽然不知他说的是否正确，但总归有些防备。”秦雨墨眼波忽闪：“爹，你想知道，直接问他不就得了？”陈氏连忙打断：“不行，万一被他知晓咱们能听到他的心声，他故意藏着掖着，我们岂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别忘了咱们之前可是一直怠慢他。”夫人说的没错，人在醉酒时心底才会说真话，若是以后他有所防备，真话就没法听见了。所以你姐夫的心声你就烂在肚子里，莫要到处去说。3人为能够听见你的心声而兴奋，同时又为之前你入赘时的怠慢感到后悔，导致方才你心声的态度仿佛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另一边，你跟在秦监家的身后，看着老婆纤细的身板，你心中暗道：这么娇小的老婆是怎么当上将军的？这小身板能有啥力气啊？秦监家闻言杏眼带着几分怒意，他最讨厌别人在背后议论他的身材，正要开口说一句，却发现你的目光已然在柳絮飘飘的柳树上。紧接着你的心声又传来：秦家被污蔑通敌的书信应该就藏在这棵柳树下，要告诉他吗？算了，说了他也不会相信。秦监家怒气瞬间就消了，抿了抿唇，半软弱道：你是府上的姑爷，与我并列走吧。你悄悄地跟上他的步伐，两人并列而行，来到东厢院。你凭着记忆前往偏房就寝。原主入赘秦家一直就没有与秦监家同房过，甚至连秦监家闺房都没有进去过。待你进屋后，秦监家立即叫俩贴身侍女说道：小夏，刚才你姑爷停下的那棵柳树，树下应该藏有书信，你去找找看。小夏点点头，旋即消失在他身边。几分钟后，将一个满是泥泞的木盒子递给了秦监家。秦监家拍了拍上面的泥土，轻轻打开，一叠书信出现在眼前。打开一瞧，顿时目光怔住。有人模仿他的字迹与北越国使团书信，信中内容皆是对北越国的向往，甚至提到对如今大前朝政与女帝的不满，空有实力却无法更进一步，希望在北越国讨个爵位。看完之后，秦监家呼吸都有些紊乱，似乎是被气着了。真的有人想要栽赃陷害秦家。虽说这些书信不足以绊倒秦家，但是秦家会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日后在朝中举步维艰。秦监家玉手紧紧握了起来，将书信揉成一团，然后对小夏道：拿火盆过来，别让人看见。接着他掏出匕首划破玉纸，写了一份血书放回原位。第二天，小翠急忙将你叫醒，姑爷该起床了，夫人让您过去一趟。片刻后，你在小翠的带领下来到荷花池上的凉亭，此刻已经有好几位夫人与陈氏围坐在圆桌上。原来陈小梅知道自己将来结局后，就想来听听你的心声，想瞧瞧哪位夫人给自己下套，日后好防备一二。这时陈氏眉头微蹙，快过来，我带你认识认识，这位是李侍郎的爱妻张氏，这位是童通正的爱妻柳夫人，这几位也都是京城有名的夫人。打过招呼后，一位默默无言的夫人突然开口：你们不知道啊，最近我女婿做了一手春诀，可是上了皇上的案头。说着便找人拿来了纸墨笔砚，要给大家抄写一遍。另一边的张夫人也不甘示弱，这么说来，我家状元女婿最近也写了一手，在坊间流传甚广。一时间，这些夫人都在炫耀自己的女婿。陈氏见状眉头微挑，感觉这些夫人就是变相挤兑他，仿佛是在说，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也好意思拿出来。就在这时，他再次听见了你的心声。这些夫人在陈氏这卖弄诗句，对应的时间点就是秦雨墨被人灌醉，然后被人怂恿调戏六皇子。实际上有人想要借他之手揭开六皇子其实是女子的身份，顺便让秦家得罪皇族。这些夫人在此地也不过是拖时间，想看秦家的笑话罢了。毕竟吃瓜第一线，没有比亲眼所见更有意思。要告诉给陈氏听吗？算了，说了他也不会相信。闻言，陈小梅愣在了原地，尤其是听到会得罪六皇子时，更是紧张到了极点。她急忙看向一旁的丫鬟：秦雨墨那个臭丫头去哪了？
小乔忽闪眼睛，犹豫半晌，回禀道：“夫人，三小姐去。”她被其他府上千金叫去参加茶会了。茶会还是酒会？酒会。小乔原本还想替三小姐掩护，可惜见到陈氏逐渐狠厉的眼神，她怂了。这时陈氏勉强挤出笑容，对几位夫人道：“抱歉，府上出了点小事情，我就不招待各位了。”然后陈氏气势汹汹地坐马车朝着酒会而去，就连你也茫然无知地被陈氏拉过去，也不知陈氏如何发现秦雨墨居然去喝酒。算了，我在一旁好好吃瓜就行了。至于女子喝酒，大前皇帝之位如今是由女帝当政，因此民间对女子俗规相当很宽。何况女帝在位期间任用不少女子为官，所以秦雨墨喝酒倒是没有什么。很快就来到了酒会，陈氏掀开车帘，就见苏脸醉醺醺的秦雨墨大摇大摆地朝着一位身穿锦服的公子摇摇晃晃而去。他身后一群嘲笑他的小姐拿着扇子捂着嘴巴，妥妥吃瓜群众。半个时辰前，原本在府上无所事事，在秋千晃着脚丫的秦雨墨，就听见同府大小姐童万霞下人过来传话，说其他府上的小姐将在百花茶楼办事会，顺便品酒，邀请他过去。秦雨墨闻言，二话不说便同意前往。等在百花茶楼厢房中，各种吹捧声让秦雨墨逐渐迷失自我。等到秦雨墨喝得八分醉，童万霞突然道：“没有作诗的才子着实无聊，若是能邀请一位上来，或许有趣几分。”此刻苏脸红润，眼眸迷离的秦雨墨立即就大包大揽起来。之后有人指着在外闲逛的黄色锦服公子，说希望邀请他上来。童万霞也插嘴道：“秦姐姐，你也不想我们失望吧？何况此人好俊秀呀，若是秦姐姐与之相遇，说不定会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美谈。”于是秦雨墨毫无迟疑的下楼，打算将他邀请上来，不管用什么法子。世家千金都是看好戏的心态，起身纷纷跟在他的身后，笑声不断，团扇遮住俏脸。就在秦雨墨将六皇子差点扒掉时，倏然一道声音传来：“雨墨，你是不是反了天？”秦雨墨闻言，苏脸上满是困惑之色，他扭头望去，却见不知何时，他母亲陈氏从马车上下来，直径走了过来，一脸凶神恶煞。秦雨墨瞧着气愤不已的娘亲，顿时酒醒一半。“娘，你为何会在这里？”秦雨墨揉了揉眼睛，不敢置信道：“你说呢？”陈氏此刻怒而不发，盯着他。秦雨墨还想询问什么之际，就听见女的心声。幸好陈氏及时赶到，若是真让他揭穿六皇子的女儿身，估计女帝会彻底愤怒吧。毕竟他希望自己女儿接替皇位，但是大臣都要求女帝皇储必须男子身。你记得，大前女帝是在上任皇帝时期就是朝廷二圣之一，皇帝死后，她便与皇后加上二圣名义，君权神授方式亲临皇位。虽然朝堂一直都极为稳定，但是不少大臣恳请女帝立储君士皇子，所以她亲生的六公主从小就被定义为皇子。当秦雨墨听到你的心声，他整个人完全愣在原地，浑浊的眼睛逐渐清澈，酒也醒了一大半。他发现自己差点闯祸了。秦雨墨立刻低下脑袋，惨兮兮道：“娘，女儿知错了，待会再收拾你。”陈氏瞪了他一眼，随后转身看向公子哥。陈氏对他行万福礼道：“这位公子，抱歉，方才吴家小女顽皮，差点冲撞你，我给你赔礼道歉。”六皇子安然挥了挥手：“没事。”就在此时，他旁边的小厮气呼呼道：“怎么没事？这女人跟疯了一样，抓着公子的手不放，想要对公子图谋不轨。”听着小厮的话，顿时气氛尴尬起来。陈氏干笑一声，旋即转移话题道：“这位公子好面熟，莫非你是当朝的六皇子殿下？”还未等六皇子安然回答，旁边的小厮颔首：“当然，皇家的人也是你女儿能碰。”陈氏听闻，对你的心声更加相信了。之前多少抱着怀疑的态度，如今几乎100%肯定你对他们命运极为了解，甚至心中不免生出子婿是一名神算转世的想法。与此同时，当听见小厮的确定，秦雨墨脊背瞬间发凉，冷汗直流。他真的差点就闯了大祸了，他居然想要强硬拉六皇子上去酒会，尤其听见你的心声，他就差揭穿六皇子的女儿身。秦雨墨顿时感觉这世界满满的恶意。他一想到昨日你说的，他命运最后是贬入教坊司，最后受辱自尽，秦雨墨眼睛水汪汪起来。秦雨墨此刻不停地对六皇子躬身道歉起来：“抱歉，六皇子，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擦撞了你。”六皇子摆了摆手：“没事，你饮酒昏至，望下次饮酒适当。多谢六皇子。”说完，他默默地退到一旁，随后他悄悄地对你满是感激道：“谢姐夫。”你困惑不已瞧着满身酒气的秦雨墨：“你谢我做什么？”秦雨墨还想说谢你的心声，但话到嘴边立刻捂住，水灵的眼珠子咕噜转了一圈后道：“谢你过来，若是没有你在，娘估计会把我骂惨。”编了这个谎话之后，他松了一口气，果然机智如我。秦雨墨嘿嘿笑了起来，若是被姐夫知晓他们能够听到心声，说不定日后想要听到他心声极为困难，而你感到莫名其妙。这丫头应该还没酒醒吧？随后又见秦雨墨软糯声音响起：“姐夫，我好晕，能扶我一下吗？”你扫一眼满身酒气的秦雨墨，有些嫌弃，可下一刻秦雨墨倒了过来，柔软如棉的身子，吹弹可破的肌肤，呵气如兰的体香，伴随着阵阵的花酒气味以及温滚滚的体温缓慢飘来。你心想，刚刚醉醒的他应该是拼命压着醉意，强迫自己醒来，如今压力一松，立即打回醉醺醺的原样。在你与秦雨墨面前的陈氏又继续给六皇子道歉，甚至打算赔礼。六皇子满脸尴尬，他好说歹说才打发掉陈氏，陈氏这才带着你与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秦雨墨离开。六皇子安然脸上一阵复杂，淡淡道：“有意思。”他方才可是听见一道男子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可他完全找不到出处。可当秦雨墨醉在他姐夫的身上，六皇子安然再次听见奇怪心声，他现在能够断定心声出处便是入赘秦家名叫你的家伙。尤其你心声可是说了一句秦雨墨差点揭穿六皇子的女儿身。六皇子安然当时闻言立刻瞳孔微缩一下，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差点以为自己秘密暴露，现在回过神来，原来只是那位赘婿的心声。六皇子安然整理自己的衣袖，将白皙稚嫩的肌肤盖住，同时内心对你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安然回想起你准备上车时候的心声。话说回来，六皇子身边应该有卧底，不然他微服私访的秘密无人知晓。他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这时旁边的小厮对他道：“公子，您为何一直盯着秦家那道插门？难道想将他收为幕僚？”六皇子安然回过头扫了小厮一眼：“方才你可有听到他说话？”小厮立刻摇晃脑袋，那位倒插门全程一句话都没说过，仿佛看戏般。这样呀。
安澜若有所思起来，似乎只有他能听见秦家赘婿的心声。不过之前见到秦雨墨与陈氏紧张的样子，安澜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他们似乎也能听见赘婿的心声，那也说明他们也知晓自己的女儿身。安澜皱眉的同时，不忘询问身旁的小厮：“我出来的消息应该没有第二个人知晓吧？”那位小厮拍着胸脯道：“公子放心，您出来的消息只有我知，没有第二个人知晓。”闻言，安澜眉头又皱了几分，眼神阴郁地望着他。醉醺醺的秦雨墨躺在马车上，陈氏无奈地瞪了他一眼，而后看向你更加慈眉善目起来，心想：幸好有子婿提醒，若不然他们秦家遭受灭顶之灾都不知是怎么回事，真是我们家福星呀！那些臭夫人还跟我比女婿，他们真是狗眼瞎了。徐秋是他们那些女婿能比得了吗？可一想到自己女儿对你的态度，不免让他心慌。自家女儿不仅没有好脸色，甚至还分房睡。陈氏感觉回去要去好好开导秦蒹家才行。你瞧着陈氏慈眉善目的眼神，有些摸不着头脑，总感觉自己穿越而来之后就变得怪怪的。原本秦家对自己这位赘婿不理不睬，任他自生自灭，现在却逐渐变得跟亲儿子似的，这让你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疏穿。陈氏缓缓开口道：“徐秋呀，雨墨丫头总爱乱来，你身为他姐夫可要担着。”可陈氏还未说完，马车外面传来嘈杂声。陈氏刚刚疑惑不解地掀开帘子探出头，马车外的丫鬟却先叫起来了：“夫人，官兵将咱们府给围起来了！”闻言，陈小梅立刻掀开马车门帘，便见一群穿着御林军甲胄的官兵凶神恶煞地包围秦府，几名官兵手中握着陌刀，将秦府大门封锁住，架起巨马，禁止任何人出入。陈氏见状，马不停蹄地从马车上下来，心急如焚道：“怎么会这样？秦家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此刻，就连醉酒的秦雨墨也悠悠醒来，见到秦家被围住，狐疑道：“娘，发生什么事情了？”陈氏脸上露出几分愁容，并晃晃脑袋：“娘也不知道，我猜得不错，应该有人污蔑秦家通敌，这些御林军就是来搜查秦家通敌的证据，估计不久就能找到被人栽赃的与敌国使者书信。”陈氏与秦雨墨听见你的心声，纷纷愣在原地，特别秦雨墨铜铃般的眼珠瞪得老大，手也不由得抖了一下，花容失色，不停回忆起之前你的心声。他最后被送去教坊司，含辱自尽，雪白双腿更是差点没有血色，直接软了下来。他苍白的柔仪抓着陈氏的胳膊，带着哭腔娇滴滴道：“娘，我们该怎么办？我可不想去教坊司。”陈氏同样如此，脸色煞白，紧紧抓着女儿的手腕，毫无底气道：“我们应该不会有事吧？”你疑惑地望着两人，秦家都没这么快倒台，他们在哭什么？陈氏与秦雨墨表情呆滞，原本苍白无血的苏脸上逐渐恢复一丝红润，呼吸也平复起来。你望着两张水灵灵的俏脸，挠了挠脸颊，稍微安慰道：“岳母，雨墨，我想蒹葭很快会将这件事情摆平，莫要担心了。”对方可没想一次性扳倒秦家，因为无法做到，何况还忌惮秦蒹家背后势力，因此倒是没有太过分，只是让秦家在女帝那留根刺，秦蒹家顶多就停职查办，秦少良也就官降2级。不过这次之后，秦家在朝中的声望势力都不如从前，对方也开始乘势追击，所以这不过是前戏而已。听了你心声的陈氏与秦雨墨暗自松了一口气。陈氏下意识担忧道：“徐秋，你可知道是谁要陷秦家于不义？”不狐疑地望着他：“我不过是一个小小赘婿，还是一位穷书生。秦家陈氏可是大户人家，怎么跑来询问自己？真是稀奇了。即便知晓是谁在陷害秦家，但也麻烦解释。”于是晃晃脑袋道：“岳母，这是为难我了，我也不知谁在陷秦家于不义。你嘴上说着不知蒙混过关，可陈氏与秦雨墨心中却听见，秦家如今风头正盛，我挂名老婆被授爵定远将军，从3品；挂名岳父是从4品东阁大学士，武官有人，文官也有人，自然成为当朝宰相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朝宰相，陈氏内心暗暗心惊，他们怎么会惹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去了？若不是你，他完全不知秦蒹家与秦少良招惹这样的怪物。与此同时，京城皇宫永庆殿，秦蒹家与秦少良都跪在大殿上。此刻龙书案上，女帝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道：“你们可知朕叫你们是所为何事？”末将不知。秦蒹家单膝跪在青石地上，臣也不知。秦少良同样道。凤眉酥容，神色阴郁的女帝安晴天将一张奏折随手甩在他们的面前，你们瞧瞧。秦蒹家这才捡起奏折，赫然是一份弹劾奏折，弹劾秦蒹家与北越国来往密切，经常与北越国大使书信，就连书信藏在府邸的那个位置，奏折也一一注明。秦蒹家见到这奏折，水晶般的瞳孔微缩，内心一颗石头放下，同时心也提了起来。他原本不敢完全相信你的心声，但现在你的心声一条条都被验证了，几乎准确无误。秦少良此刻也接过奏折，见到里面的内容，也不由得瞪大眼睛，呼吸急促道：“这不可能！秦家对大钱可是忠贞不二，忠贞不二不是你们说的。”女帝安晴天神情严肃道：“朕已经派了御林军去搜查了，若是你们真无辜，朕会还你们清白。”秦少良听到被人搜查，脸色顿时难看起来。此刻门外其他大臣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这时一位御林军校尉从门外直径来到永庆殿，双手捧着盒子上前对女帝回禀道：“陛下，咱们在秦府东院一棵柳树下找到奏折所述的盒子以及信件。”女帝没有丝毫犹豫地打开泥泞的盒子，纤纤玉手迅速拿出信件。此时秦少良冷汗直流，难以置信地望着盒子，他到现在都不知怎么回事，秦家怎么凭空多出这些东西呢？可是当安晴天打开书信后，瞳孔微缩，随后神情更加凝重起来。秦少良双腿不断颤抖，冷汗滴答地落下。但少顷，女帝面容上渐渐露出一丝笑意。好呀，爱卿果然心系江山，心系朕。安晴天没有方才庄重的神色，取而代之乃是欣慰以及一丝倚重。上奏折之人果然是居心叵测，竟想让朕去质疑朕的爱卿。此刻疑惑不解的大臣纷纷进来。柳正通行礼后道：“陛下，那不是秦家与北越国使节的书信吗？”“确实是书信没错，但你瞧。”女帝让太监将信件给诸位大臣瞧瞧。柳正通仔细阅读起来，发现书信就是秦蒹家与北越使节的，但那是北越使者见到秦蒹家如同一把利剑，为大钱上阵杀敌，因此想要拉拢秦蒹家，却被秦蒹家一口回绝。可惜北越使者仍不死心，继续拉拢他。秦蒹家最后直接血书一份，还画上全家人的手印，表明自己心意。秦家至死与大钱一起，生是大钱人，死是大钱鬼，其中还以自己性命佑大钱长治，愿大钱女帝万岁。这马屁完全拍在女帝的心坎里。她现在即便没有被大臣逼宫，可是大臣小动作不断，就是想要她禅让。如今突然出现一位忠臣，想要稳固她统治地位，安晴天会不喜？安晴天眼神犀利地望着诸位大臣：“众爱卿，你们还有何话要说？”众人纷纷摇头，他们不敢触陛下的眉头。见众人不再发言，女帝安晴天直接道：“2位秦爱卿不仅无过，还有功，朕要好好奖赏。秦蒹家官升1品为
为少武将军。秦少良升通正太常。此刻女帝安晴天望着众多大臣道：“诸位有何异议？”诸位大臣面色古怪。秦蒹葭从外派将军姚申义变成为京城常驻将军，完完全全成为女帝安晴天身边的红人。秦少良同样由正四品东阁大学士晋升为从三品通正太常，权力变化同样不是同日而语。众大臣都没想到，这次秦家勾结北越国使节的名头没有被坐实，反倒让他们官升一品。众人羡慕的同时，又恨得牙痒痒。当秦少良走出皇城时，都有些精神恍惚。他在朝廷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即便女帝登基，他也是勤勤恳恳。原本以为正四品官员就到头了，未曾料到居然官升一品，通正太常呀！手中权力比以前大多了。只有秦蒹葭娇脸上颇为复杂，扫了一眼身后皇城，最后瞥着父亲面无表情道：“这些都是徐秋的帮助。”秦少良闻言立刻反应过来：“女儿，你是说因为子旭的心声，所以提前防备？”秦蒹葭直白的点头。秦少良瞧着他大大方方承认，松了口气，同时内心难免一阵喜悦。天要兴我秦家呀，给老夫赐了这么一位子婿。随后他扭头语重心长对秦蒹葭道：“虽然为父知道你并不喜欢徐秋那小子，但是……”他确确实实救了咱们秦家，没有他，咱们秦家想要逢凶化吉，想必是极为困难。秦蒹葭沉默不语，他确实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早在你入赘之前，他已经心有所属了。那人不仅考取状元，入朝为官不到2年正6品。当他想要与之谈婚论嫁之际，恰好因为前方战事推辞，等平定边境回来之际，已有人拿着婚约进入秦府。秦蒹葭原本想要退婚，可是朝中大臣纷纷反对，毕竟大钱向来重礼，也被定下的婚约岂是说退就退？尤其对方曾经有恩于秦家，为了不让秦家背负骂名，成为朝中大臣取笑对象，更是为了秦家的仕途。秦蒹葭便无奈答应。秦少良见到自家女儿沉默，愈发怒其不争道：“你如今喜欢的那小子，刚才还在大殿上看咱们笑话呢，但想到自家女儿官职比他还高，秦少良便不再说下去，只是淡淡一句：“你好自为之吧。”说完便坐上雍容华贵的马车，朝着秦府的方向而去。秦蒹葭抿了抿红唇，这才跨步骑上高大的白战马，跟随在其后。当他们返回秦府，却见府上陈氏与秦雨墨满脸忧愁的样子，只有你依旧没心没肺地逛着园子，瞧着鸡飞狗跳的院子，而丫鬟家丁个个心神不定，感觉秦家随时都会倒一般。秦少良见状困惑不已道：“夫人，你们这是怎么了？”陈氏满脸愁容道：“少良，蒹葭是不是停职查办了？你是不是官降2品了？”秦雨墨也在一旁带着哭腔道：“今日好多御林军的士卒将府邸围了起来，并翻了个底朝天，咱们差点以为要抄家了。”秦少良安慰道：“咱们秦家岂能这么轻易就倒？好歹也是郡伯府，祖上可是传下来爵位的。但回想起自家正4品郡伯爵位，只是从祖辈到他这一代就没落了。”秦少良便没再拿郡伯爵说事，而是兴奋道：“你们可放心，这次陛下知道咱们是遭人构陷，不仅没有降罪，还让咱们官升1品。为夫如今可是从3品太常，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秦雨墨难以置信地望着秦少良：“爹，你说的是真？”“当然，爹怎么会骗你们？”秦少良一脸骚包地说道。微老的脸上满是喜气盈门，并无任何一丝伤春悲秋。秦雨墨闻言，原本哀伤的心这才收了起来，脸上重新挂着笑容。陈氏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真是害我下担心了，夫人辛苦了。”秦少良拍着他后背安慰道，随后又说：“不过这得多亏徐秋，若不是子旭提前预警，秦蒹葭也不会将计就计，他们根本没法升官，甚至被女帝降罪。秦少良感觉日后要将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才行，你是秦家的希望。”这时你与秦蒹葭一同步入东厢院，东厢院廊道上，秦蒹葭一直沉默不语，你跟在他身边也沉默寡言。窥视一下他的侧脸，精致的琼鼻在阳光下闪烁，几缕青丝随风飘荡，最后落在乳白的香肩上，一股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那是海棠花的味道。他在想什么？因为停职查办吗？秦蒹葭听见你的心声，顿了一下脚步，转身扭过头望着你：“你放心吧，咱们秦家没事，我也成为少武将军了，挺好的。”娘子辛苦了。你愣了一下，而后随口道：“你没有之前原主跪舔他的性格，而是带着一丝冷漠。”秦蒹葭感觉自从你被丫鬟毒杀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并且家里人都能听见你的心声。这家伙跟会读心术一样，刚想到什么他就回答。再次听到你心声的秦蒹葭紧致的嘴角微微翘起，他深吸一口气道：“感谢你。”你闻言困惑不已，扭过头狐疑地望着他：“你啥也没做，又再次被人感谢了？之前是秦雨墨来着，现在秦蒹葭又感谢自己，这两姐妹脑子没发热吧？”这时忽然一位丫鬟走了过来，对秦蒹葭躬身道：“小姐，叶公子找你了。”秦蒹葭闻言眼眸微微亮了一下，很快刚刚褪下官服，穿上锦袍的叶良辰站在院子内对秦蒹葭道：“蒹葭，恭喜你官升1品了。良辰，你可知晓我是被陷害的，只不过意外升官罢了。”秦蒹葭苦笑一声，但眼中带着些许柔色。叶良辰闻言微微一愣，惊讶道：“竟然还有这事？”你见到眼前的一幕并没说话，毕竟在你入赘前，秦蒹葭与叶良辰就是相好了，按道理说自己应该算是第三者。而且即便原主入赘之后，秦蒹葭依旧将叶良辰请入家中，原主一直不敢作声。如今穿越而来的你更是对秦蒹葭没有感情，你对于秦家不过是抱着看客的心态，没必要插手这些事情，但你还是轻轻晃晃脑袋。哎，这老婆真是一个恋爱脑。那些私通敌国的书信都是叶良辰放的，信也是他模仿着写的。他一直希望秦家倒台。原本内心有些欣喜的秦蒹葭闻言瞳孔微缩，不敢相信地望着你，似乎在寻求一个答案。就在这时，你的心声继续响起：“可怜的挂名老婆呀，叶良辰是不可能喜欢你的，他接近你不过是想要从你身上套取信息，然后推翻你秦家，因为秦家是当朝宰相的障碍。叶良辰早就已经傍上宰相，更是和宰相女儿有了婚书，而我的前身也是被他派进来的丫鬟毒死的。俗话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惜我现在太过于孱弱，根本打不过有三流武者水平的叶良辰，而教叶良辰武功的正是自己这挂名老婆。哎。”你内心默默叹口气，随后你扭头就发现秦蒹葭正眼眸直勾勾地盯着你，看着这宝石般的眼眸，你不免回忆起原主刚刚入赘秦家时，就遇见叶良辰私自进入秦府面见秦蒹葭。即便原主在场，叶良辰依旧大摇大摆地与秦蒹葭相见，而秦蒹葭并没有顾及他感受，还让他避让。而原主家庭地位极低，只能乖乖顺从。一来二去，原主就习惯了。你此刻见到他投来的目光，轻轻颔首，随后说道：“既然你不喜欢我，和离是最好的选择，你休了我吧，大家都可以解脱，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找你的情郎。”说完便自顾地回院子回避。你可没时间陪人玩这种低俗的趣味游戏。
己，你又不是原主，更不是软弱之人。当你刚转身离去，突然感觉一只柔软的玉手揪住自己，然后葱白玉指环环相扣，一股温柔从手心中传来，那娇嫩的肌肤让人心生保护欲。你顿时疑惑不解，却见秦蒹葭似乎下定决心般对叶良辰道：“叶公子，我已经是有妇之妇了，还望叶公子自重，日后莫要再擅闯秦府了。本将军怕外人误会。”秦蒹葭面无表情道，让人看不出他的情绪，只是与你十指相扣的手，却下意识地握紧了一些。此刻叶良辰表情颇为惊讶，原本一直对他有好感的秦将军秦蒹葭，居然第一次开口与他划清界限，这让他难以置信。蒹葭姑娘，你怎么了？叶公子，你僭越了。秦蒹葭面无表情道，并撇头对一旁的丫鬟道：“送客，你是小生叨扰秦将军了。”叶良辰先是咬牙，随后假装惋惜之色，躬身坐骑。不过在他被丫鬟送走之际，目光狠狠管了一眼你，似乎为你居然还活着而感到诧异。等他离开之后，秦蒹葭郑重地望着你：“我不会与你和离，你是我八抬大轿抬回来的，所以此生我只有一位夫君。”你低头望着他，只见他目光其实还有几分犹豫，可你不会当真，毕竟在小说中他是恋爱脑，只对会做几首诗的人有好感，自己这般废柴入不了他法眼。随你轻轻扒开他的手，然后道：“我先回去了。前世对你露出爱慕的女子千千万万，这点甜言蜜语就想收买你。”秦蒹葭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厢房中，他抿了抿红唇，欲言又止，忽然有种不舍的，难道这是欲擒故纵吗？这时小夏道：“姑爷好像生气了，不过今日的姑爷有些奇怪，是我的错。”秦蒹葭没来由的一句，小夏稍微张大嘴巴，小姐居然因为姑爷生气而自责。秦蒹葭先开口道：“叶良辰估计不干净，你去查查他是不是和当朝宰相攀上了关系。”小夏闻言表情更加复杂，今天太阳难道打西边出来吗？不过小夏也没有过问，颔首道：“是小姐。”说完他小碎步离开院子，翻墙消失在府上。秦蒹葭见周围再没人，深深呼出一口气，他对叶良辰的仰慕到头来原来只是对方的踏脚石。之前找到私通北越国使节的书信，他还不愿相信是叶良辰所为，但是你的提醒让他不免思索起就只有叶良辰会自己的字迹。他与叶良辰认识1个月后，他就教他秦家的书法与自己的字迹。秦蒹葭瞧着逐渐昏沉的晚霞，握了握柔仪，迈着沉重的步伐返回自己房间。晚上在他离开后不久，一双水灵灵的眼珠子正盯着东厢房，随后他悄悄进入院子，来到你所居住的偏房，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此时你正在查看体内丹田的状况，随着一天的运转，你能明显感觉体质比以前更好一些，至少再也不是走几步路就会气喘吁吁的样子。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计10几天之后就能拥有3流的武者实力。就在这时，你听见一阵敲门声，随后传来秦雨墨的声音：“姐夫，我睡不着，想要找你聊天。孤男寡女，夜色私会，而且还是小姨子和姐夫。”你顿感一阵怪异，面对你脸上复杂之色，秦雨墨并未在意，而是拿起一坛老酒，软糯的声音道：“姐夫，喝酒不？”你瞧着淡淡传来的酒香，喉咙下意识咕噜一声。你扫了一眼昏暗的东厢房，秦蒹葭的房间已经熄灯了，你便点头答应：“可以。”等你这句话很久了。然后秦雨墨没心没肺地挽住你的手臂，拖着你朝着院子凉亭而去。秦雨墨服役大白后，稍许苏脸上弥漫出一股红霞，他带着几分醉意道：“姐夫，这可是我在百花茶楼买来的妃子酿，一坛价格可不便宜，你快尝尝吧。”你闻言颔首，过10日我就准备离去了，这段时间就陪他好好的喝喝吧。不管怎么说，这2日他待我不错。你已经决定离去，毕竟你这一世想法就是躺平人生，但是秦家赘婿身份不管怎么说稍稍是多，何况秦家说不准哪天就倒台了，到时候自己也要被连累，与躺平人生极为不符。而秦雨墨听到你的心声，不由得愣在原地，明眸睁大，感到不可思议。他立即白皙玉手拍着桌子道：“不可以！”你原本入口的酒杯顿时止住，满脸疑惑地望着他。秦雨墨发现自己说错话，马上捂住嘴巴，在你狐疑中急忙解释道：“我在想一件很可恶的事情，所以嘴瓢了，你喝吧。”秦雨墨几乎堆笑道：“你只好将酒杯里的酒饮尽，你很满意，只是比起前世的仙酒还是相差甚远。”你轻轻赞叹道：“这酒很不错。话说你很喜欢喝酒？”秦雨墨轻手微合：“我挺喜欢喝这些香香的酒，可惜总是被娘亲说女子家家不能喝酒。女子家家又怎么了？喝酒犯事了。”他开始透露心声，后面就是对陈氏的抱怨。忽然你笑了起来，秦雨墨目光直直地放在你身上。你笑什么？你继续给自己倒酒，也给他斟上，随口回答道：“我认识一位女子，她也是嗜酒如命之人，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即便我劝说都没有用。不过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为行侠仗义的，属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经常因为喝酒得罪不少人。但是世间女子几乎皆以她为榜样，她们喜欢这种自由洒脱之人，不被任何人所约束。但是我颇为她头疼。”说到这里，你苦笑的摇头，旋即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那是你前世收留的第一个女弟子，一个嗜酒如命的女弟子，也就是她经常偷喝你酿的酒，甚至差点淹死在酒缸里，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闻言，秦雨墨突然露出崇拜的目光，兴奋道：“世间真的有这样的女子？当然，那你是怎么认识的？”秘密，你笑而不语。那是我前世爱惹事的徒儿，不过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就在这时，秦雨墨错把心声当成你的话，于是他又再一次拍着圆桌道：“我信。”他瞧着你疑云满腹的眼神，这才反应过来，于是迅即捂住爱乱说话的嘴，傻笑一阵，转移话题道：“姐夫，我能问你一件事吗？”“说吧。”“姐夫，我有一个朋友。”秦雨墨刚要开始诉说之际，你打断他的话道：“你这个朋友是你吗？”就在他准备找借口时候，你摆了摆手：“你继续吧，谁还没有朋友？”秦雨墨无语地瞪了你一眼，便侃侃而谈道：“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夫婿是一个赘婿，如今他的夫婿天天想要逃跑，他对夫婿已经很好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请问怎么才能让他夫婿乖乖地待在家呢？”你表情颇为复杂，旋即笑道：“那就证明他对他夫婿还不够好。为什么？如果真好，他也不会想着离开。可是他夫婿可是极为喜欢他，不然也不会入赘，那就是心死了。”
有一种感情你我相敬如宾，但我们彼此都不爱，只是某种因素强行撮合在一起。或许你朋友的夫婿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分开对大家有利，毕竟自由价更高。你随口而谈到，并随手畅饮一杯酒，欣赏着月色下的凉亭。秦雨墨闻言愣在原地，整个人如遭雷击。他感觉你已然对姐姐死心了，所以你才会想着离开。忽而他鼓起勇气，目光炯炯对你道：“姐夫，如果哪天我姐不要你了，我嫁给你行吗？”你闻言顿时一口酒水喷出。秦雨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说出这些话，此刻他苏脸上满是酡红。他听到自己姐夫要离开，而且对自己姐姐心死，于是他急中生智，想要用他自己将姐夫留下。反正未来他好不到那里去，倒不如跟入赘后心死的你在一起，即便浪迹天涯也不是不可以。但他现在脸蛋红的不行，不敢正眼看你，心虚的砰砰直跳。随后他就听见你的心声：“这个傻妞还蛮可爱的，大大咧咧，就连告白也是如此豪迈，像极了我那图。”可是心声到此戛然而止。而后他就听见你的话：“你有些醉意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你又喝了一杯妃子酿之后，便起身返回自己的房间。秦雨墨抿了抿唇瓣，瞧着你消失的背影，喃喃自语道：“是我吓到他了吗？”翌日，秦雨墨就将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给陈氏。陈氏闻言脸色煞白了，不行，他不能离开，他是咱家的宝贝啊。秦雨墨嘟着嘴巴道：“我也知道。”可是他似乎打定主意似的，他看得出秦家危在旦夕，因此想要走，免得惹祸上身。陈氏也同样忧愁道：“是啊，他来咱们秦家多日，咱们都没有好好关心他，连看一眼都没有。前些日子还差点被人毒死，幸好被监家发现不对劲才救下，估计早已心如死灰了。”陈氏想到之前的事情，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怎么连自己的子婿都忽略掉了呢？但现在你是秦家的恩人，3番5次救秦家于危难之间，陈氏感觉自己是恩将仇报之人，恨不得现在就去佛堂抄经念佛，洗清自己的罪孽。这时秦雨墨有些奇怪道：“姐夫好像知道他前世的事情。”陈氏没有多想，只是随口回答道：“那也正常，经历过生死之人，在绝境中突然记起前世今生，并非不可能之事。他也是临死之际，才让咱们能够听见心声。”陈氏默默叹息一声，揉揉脑袋，心想今晚要给秦监家做思想工作了。秦雨墨知道姐夫的重要性，于是他道：“娘，就让我来吧，为了姐夫，大不了我就真嫁给他，反正我的命都足够差了，我不在乎姐夫是否是倒插门。”陈氏愣了一下，看着一脸坚定的秦雨墨：“你确定？要不是姐夫，估计我现在就已经得罪6公。嘿，6皇子，他不管怎么说都救过我，我以身相许也无所谓。”秦雨墨正义凛然道。陈氏不由得欣慰起来，若是秦监家有你这么会想就好了，娘也不用操心这么多，早知就该把徐秋嫁给你才对。不对，是你嫁给他。想到秦监家，陈氏就一肚子气，但想到秦监家现在可是正3品的将军，从今开始掌管部分京城的禁军，陈氏的怨气又消了一半。秦家一半成就是秦监家带来的，就连秦少良的官职也是蹭了他的光，才成为现在正4品大官。曾经的秦家只有一个老旧的爵位，勉强成为京城的贵族圈，现在可是实实在在的官职呀，有底气说出自己是世家的身份了。这时秦雨墨安慰道：“放心吧，娘，我可不会让你失望。若是姐夫真要走，我就跟他私奔。”陈氏没来由好气敲他脑袋，骂骂咧咧道：“还私奔呢？到时候谁养你啊？何况你们私奔，咱们秦府脸面不要了。”秦雨墨撅起小嘴巴不忿道：“咱们都到现在这时候，还要啥脸面？难道姐夫不香吗？”陈氏闻言感觉极为有道理。秦家虽然明面上刚刚升了官，但依旧半只脚踏入鬼门关。若不是你，那就不是升官了，而是满门抄斩了。所以比起秦家的名望，秦家性命的更有性价比。陈氏一咬牙：“你的月例也多升50两银子，好好陪他。放心吧，娘。”秦雨墨露出一丝得意笑容，随后便推门而去。与此同时，东厢院面容娇嫩的小翠清脆的嗓音道：“姑爷，该起床了，小姐与老爷都去上朝了。”她先手捧着铜盆进来，你闻言缓缓起身，随后洗漱。待洗漱完毕，小翠道：“姑爷，你稍等片刻，我去帮你端早膳过来。”你忽然摆手道：“不用了，咱们出去吃吧，我可未曾尝试附近的早点。”小翠颔首：“那我帮姑爷去账房拿例银吧。”就在小翠正要转身离开之际，一道银铃般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不用，用我的吧，我去陪姐夫吃早点。”而后就见到秦雨墨从外边钻入，此刻他已经穿好外出的衣裳，甚至打扮也朝气蓬勃，尤其嘴角一直挂着的微笑，让人以为他今天有什么喜事。走在京城的街边上，秦雨墨羞红着脸：“姐夫，昨晚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好吗？”说完将秦手撇过一旁。你闻言笑了笑，随口道：“昨晚你有见过我吗？这个小妞真是可爱。昨晚大大咧咧的告别，现在却装作无事，姐夫最好了。”秦雨墨原本听到你的话松了一口气，笑着回答道：“但是当他听见心声，不由得脸更红了，犹如被塞尔维亚的红酒着色似的，更加不敢正脸瞧你，有种做贼心虚的样子。”于是你疑惑道：“你怎么脸又红了？该不会偷喝酒了吧？”“没有没有。”秦雨墨急急忙忙否认，指着不远处的色香味俱全的酒楼道：“姐夫，这青玉茶楼的早点不错，京城出了名的精致，一座最少也要2两银子。”“那就试试吧。”你随意的说道。随后你就被秦雨墨拉着进，并点上大量精致的糕点，他大快朵颐起来。你见他吃得如此开心，也不免尝尝。虽然比不了仙界美食，但是也不错了。就连小翠都被你拉下来坐在桌边一起品尝。可就在这时，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这不是秦家3小姐吗？你怎么跑来这吃了？”只见穿着黄色轻薄衣裳锦裙的童万霞带着一帮朋友以及侍女过来青玉茶楼。童万霞呀，我今日只是想陪姐夫，可今日只是兴趣所致，所以来这吃了，要一起吗？秦雨墨热情地发出邀请，显然他将童万霞当成自己的好闺蜜。只是童万霞见到你，顿时目光中略带一丝嫌弃鄙夷，便随口道：“不了，我可不想打扰你与你姐夫幽会。”最后幽会2个字，他稍微咬重一些，明显就是嘲笑秦雨墨与你有一腿。此刻其他女子也在一旁附和，童万霞在一旁揶揄道：“算了算了，说不定人家爱慕自己姐夫呢。”秦雨墨一向都是大大咧咧、直来直往的人，他说这话就是内涵秦雨墨没有规矩，一个粗鄙之人。原本秦雨墨以为上童万霞只是普通聊天，可听见他们的话，秦雨墨不由得郁闷起来。小翠闻言也
也急忙站起身来，低着脑袋默默一句：“小姐，姑爷，抱歉，你们吃吧。”就在秦雨墨想要狠狠回怼的时候，这位应该就是陷害秦雨墨的家伙吧？童万霞让他调戏六皇子，揭穿六皇子的身份，一直骗得秦雨墨团团转，最后让秦雨墨失身的也是这家伙。秦家倒台他也有份。不过话说回来，童万霞也是有一个入赘的夫婿，但他心甘情愿成为叶良辰的后宫，替他耍秦雨墨，陷害秦家，却不知道他现在的夫婿正在万和街白柳铺子与他奶娘厮混，听说还高龄产妇生了一下女童。你默默想着，不免啧啧起来。叶良辰喜欢有妇之妇，好人妻；童万霞的夫婿喜欢熟女，尤其上了年纪的，还真是辣眼睛。要逗逗他吗？算了，先记小本子，日后再将他炼魂。你依旧按照前世修仙的思维，现在实力不足，先苟一阵，等实力上去了，再拿出小本本报复。杀人灭世，奴役灵魂，一条龙服务。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当秦雨墨听见你心声，童万霞居然如此对待自己，不由得气得脚都在颤抖，牙齿也咬得死死。不过当他听闻童万霞的夫婿居然与他奶妈有一腿，原本愤怒的眼眸不自觉地亮了起来，仿佛抓到巨大的把柄似的。秦雨墨忽而开口反驳他们道：“跟我姐夫用膳当然香。”此刻原本笑话他们的童万霞以及他身边的姐妹个个都愣了一下，感觉秦雨墨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呀。就在他们想要说话之际，秦雨墨又再一次开口了：“对了，童万霞，我们在来的路上，在万和街白柳铺子好像见到你夫婿，不过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好像和一名女子卿卿我我。”说到这，秦雨墨假装捂住自己的嘴巴，呸呸几声，又自责道：“估计是我看错了，你的夫婿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对方抱着小孩，显然是他孩子，不可能是你夫婿了，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我还真是老眼昏花。”原本还想反击的童万霞忽然愣住，这时他身边的姐妹对秦雨墨道：“你可别乱说，他夫婿可是恩爱的很呢，确实每天打水帮万霞浴足，他断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一定是看错了。”这些人纷纷在说秦雨墨的不是，但一旁的你则是在翻白眼。洗脚那是因为被童万霞逼着来，童万霞可是将他当狗来养，当然恩爱，狗与他能不恩爱吗？但是他的动作可是让童万霞更加恼火，同时也印证一件事情，那就是秦雨墨说的应该是真的。童万霞这时对众人含笑抱歉道：“我方才想起府上有点事，今日的早点只能抱歉了，还望各位海涵，下次百花楼由我买单。”随后在众人目光中匆匆离去，似乎真有急事。秦雨墨用手肘轻轻搓搓你，叮咛的声音再次响起：“姐夫，咱们要不要去瞧瞧？感觉有好戏看。我是这样爱吃瓜的人吗？”听到你的心声，他原本以为你会拒绝，但你下一句便道：“好呀，正好消食。”他闻言禁不住的娇嗔的埋汰一句：“你还真是心口不一。”你感觉秦雨墨有些莫名其妙，怎么就心口不一了？可是还未等你询问，秦雨墨就拽着你的手臂朝着茶楼走。与此同时，万和街白柳铺匆匆赶来的童万霞一点也不相信自己的夫婿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家伙明明被他调教的乖乖的，绝不可能。可下一秒他就见到自己的夫婿居然与一名年长他10几岁的妇人在白柳铺亲密着，甚至姑爷搂着夫人的小蛮腰，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咿呀呀的女童。丫鬟完全愣在原地，两个人他都认识，一个是小姐的夫婿柳白问，一个是小姐的奶妈黄姨。听闻小姐与如今这夫婿还是柳夫人撮合的，是柳夫人娘家柳家那边的小户人家，说是亲上加亲，现在确实有点亲过头了。此刻童万霞见到眼前的一幕，饶是有准备的她也被气得不轻，恶女咆哮道：“柳白问，你可对得起我呀？背着我偷人，你真该死呀！”童万霞的声音几乎整条万和街都能听得见，就连你与秦雨墨刚刚来到万和街，就听见童万霞的声音，随后又是一声：“黄姨，你可对得起我呀？我的男人你也敢碰？你不看看你这一身残花败柳，好意思吗？”秦雨墨闻言眼眸更加明亮了，好戏开始了，便继续拽着你的手臂朝着前方靠近一点。那边黄姨直接跪了下去，啜泣道：“小姐，老夫错了，老夫不该勾引姑爷的。还望小姐莫要责怪姑爷。他是谁啊？他入赘咱们家，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咱们童家的脸面都被他丢光了。”童万霞指着柳白问疯狂输出，可是把他骂得抬不起头。此刻外围观看的百姓越来越多，就连刚刚与他一起去青玉茶楼的小姐们都赶到。而童万霞的夫婿柳白问直接跪在石砖地板上，急忙对他道：“娘子，我错了，我就不该来这里，更不应被黄姨诱惑住。娘子，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恶不恶心啊？”柳白问：“这个残花败柳你都敢要，你不恶心，我都替你觉得丢人。看在岳母的份上，原谅你夫婿我这一回吧。还岳母，你真是该死！你女儿都开始走了，你还叫我怎么办？是不是本小姐我不会生，逼着你去找外人生？”童万霞越说越气，尤其见到精致的女童娃娃脸，更加气不打一处来。最后一狠心对旁边的丫鬟道：“小红，叫人将他们押回府上，家法伺候。这个女娃卖到青楼去，不可以。小姐，老夫错了，放孩子一条生路吧。”黄姨闻言脸色苍白，急忙爬到童万霞的裙角，哭喊着道：“可惜童万霞见到热热闹闹吃瓜的百姓，早已经失去理智，一脚将他踹开，大骂道：‘你一个下人，哪来的勇气跟我讨价还价？’可童万霞话音刚落，啪，却见柳白问一巴掌刮在他的脸上，愤怒咆哮道：‘你个地府！若非你与叶良辰那日趁着我睡着，当着我面与他，我岂非一怒之下找外人生？’进门顿时张大了嘴巴。柳白问方才的话可谓是相当劲爆，众人怎么也没想到贵圈还真乱呀。秦雨墨极为嫌弃道：“没想到童万霞是这样的人，我可真是看错了他了，还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真是恶心死了。”你闻言却笑了一下，并没有多说什么。但秦雨墨却听见你的心声，其实他也是所谓的恋爱脑吧？热恋期智商为0，叶良辰几手抄来的诗就让他坠入爱河，所以才会对自己夫婿越看越不顺眼，对夫婿百般折磨，使得柳白问黑化成为反派。只是我没想到他与叶良辰能做到这种地步，当着柳白问的面做牛头的事情。你总感觉自己是不是少看了付费项目？你记得明明没有这一段的。又回想起秦蒹葭对于才子的仰慕，却不知读书人最是误人。你默默叹息一声，看来离开秦家也是势在必行了。而秦雨墨闻言顿时紧张地挽住你的手臂，生怕姐夫消失不见似的。你感觉有人揪住自己手臂，下意识扭头看去，发现秦雨墨正紧紧贴着你，纳闷的道：“怎么了？”秦雨墨苏脸上带着一丝紧张道：“姐夫，虽然我知道姐姐曾经喜欢过叶公子，但姐姐不是童万霞那般不检点之人，他们之间绝对没有僭越之举，毕竟姐姐可注重自己名节。只是之前事情我姐确实做得过分，所以我站在你这一边。若是你真的不喜欢秦家，大不了我以后跟着你浪迹天涯，你带路，我掏钱，本小姐养你。”秦雨
雨墨仿佛在做无声的誓言，宝石般的眼眸坚定地看着你，沉默半晌，随后伸出手轻轻揉她的脑袋，随口一句道：“傻丫头，别多想了。”也不知道要是被陈氏或是秦少良听见，这丫头会不会被打死，跟着一名赘婿浪迹天涯。亏他还想得出来，若是真把他带出去，到时候估计我也有份进猪笼吧。噗嗤。秦雨墨闻言不由得噗嗤一笑，瞧着高冷的姐夫，再听听你那幽默的心声，总觉得他这位姐夫真可爱。此时视线回到白柳铺，柳白问的巴掌极重，打得童万霞脸生疼，他愣愣得看着自己的夫婿，一脸难以置信神色。此时此刻的柳白问为了自己女儿也是豁出去了，愤怒地咆哮着：“成亲当晚没见过你有过落红，若非黄姨告诉我，你早早就私会叶良辰那混蛋，我还不敢相信。既然你如此注重名节，注重不能给你同府丢人，就该把我休了，与你的良辰哥哥成亲，在我入赘干嘛？最丢人才是你，童万霞！”柳白问几乎一字一句的怒吼道，每一句话都在万和街回荡着，所有人表情皆是一僵。好家伙，童万霞玩得真溜呀！还未成亲之前就与他人，而这贱夫正是叶良辰。一些百姓啧啧称奇，还是童府会玩，一个小姐竟然如此放荡形骸，还真是活久见。这赘婿其实也是无辜吧，谁也不想帮别人养孩子。百姓们对童万霞指指点点，甚至有人在人群中朝着他吐口水。如今童万霞的名声算是臭了。此时听着柳白问对自己的指责，童万霞从来没有如此委屈过，更没见过一个小小赘婿都敢驳嘴。他现在算是身败名裂了。童万霞气得直发抖，脸都火红了。这时反应过来的世家小姐们纷纷围了上来，对着柳白问一顿输出：“你可不要血口喷人，他与叶公子可是清清白白，只不过手肘碰了一下，嘴亲一下，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们男人就是这样，自己偷心就怪在女子身上。她可是你的娘子，你不能这样说她。即便她曾经与叶公子好过又如何？她现在是你娘子，你就该爱惜她，而不是背叛她。他们原本只是想帮童万霞，所以直接歪曲事实。他们的无耻再一次刷新众人的认知，就连你看了都直摇头。这拳打的。算了，你以后别跟他们玩太多，小心入坑。秦雨墨颔首，放心吧，姐夫，雨墨以后会远离这些人的。后面的戏就不是你们能看的。万和街热热闹闹的人群可是吸引京城巡捕，随后巡捕介入进来，当得知是童府的事情，也是一阵头大，只能将柳白问、黄姨以及童万霞先带回童家。至于后面事情，这是童府家内事了，不归他们官府管。万和街看热闹的百姓被巡捕驱散，你与秦雨墨正准备离去，刚刚转身就见到穿着锦服的六皇子正在直直的看着你们。你一脸奇怪，这六公主也爱吃瓜。闻言，六皇子安澜顿时无语了。秦雨墨先打破这尴尬，对安澜毕恭毕敬道：“小女拜见六皇子殿下。免礼，我这次也是瞒着宫中出来，你就叫我安公子即可。”六皇子安澜摆摆手，随口说道：“是。”秦雨墨而后又抱歉道：“昨日的事情真是抱歉，早忘了，莫要放在心上。”六皇子安澜也是随口道。这时你也上前稍微拱手作揖：“安公子。”六皇子安澜忽然笑着道：“我应该称呼你为徐公子，还是秦家的姑爷呢？看你吧，你没有多在意，这些都是虚名。这公主学会打趣我。不过感觉他怪怪，难道是因为叶良辰的事情所以受刺激？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安澜最后也是男主的后宫之一，对叶良辰爱得死去活来，智商为零，甚至不惜帮他获得极品元臣的地位，把母亲给推翻了。最后却发现他不过是生育机器，爱得越深恨得越深吧。但他现在对叶良辰起了爱才之心，还没到舍身怀子的地步。算了，还是远离他吧。他的事情也不少，莫要沾染因果。你在这一刻起了离开的心思，毕竟在修仙界最怕就是沾染因果，即便是大神沾染因果，也难以躲过香消玉殒的下场。你可是打算不管秦家的事情，抽身走人？对于安澜更是如此。但是六皇子安澜听见你的心声，呼吸也是一致。六皇子安澜下意识道，瞧着你狐疑的望着他。安澜立刻住嘴，他现在明白了，你的心声他能听见，但你却不知道你的心声能被人听见。可是让安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居然是叶良辰后宫之一，何况叶良辰凭什么是男主？六皇子安澜越想越气。虽说他先前确实欣赏叶良辰的才华，可还没到喜欢他地步。现在更是因为童万霞与柳白问的事情，看清叶良辰是什么人，居然连有妇之夫都不放过，甚至童万霞都已经成亲了，居然厮混在一起，真是让人恶心。安澜想到你刚刚心声中，他爱上叶良辰，然后辅助他成为极品元臣，居然还推翻自己母亲，这是多么弱智才能做得出来？安澜感觉你的心声应该是假的时候，抬头就见到秦雨墨递来的可怜目光，尤其生育机器4个字更是让秦雨墨感觉安澜可悲。不对劲，安澜愈发觉得你与秦家都很不对劲。这时秦雨墨见安澜有些呆滞的样子，于是在他面前晃了晃手，柔声询问道：“安公子，你怎么了？难道有事情绊倒了？”回过神来的安澜稍微抱歉道：“想一些事情出神了。”旋即他询问秦雨墨道：“对了，秦姑娘，昨日秦家被查的事情，没事吧？”秦雨墨疑惑六皇子为何问这些，可他没有隐瞒的回答道：“没事，有人上奏女帝说秦家私通北越国，随后查明发现没有这回事。我姐姐一心向着大钱，向着女帝，因此还小生一品官。”说到这，他又极为不忿地说道：“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有人栽赃陷害的，居然在咱们府上柳树藏着书信，咱们秦家没有一个人知晓，倒是上奏之人知晓的准确无误，可恨。”安澜听着他的气话，忽而想起一个人，上奏之人是叶良辰的同僚，大家都是御史台之人，听闻他与叶良辰关系不错。安澜感觉这次秦家的危机与叶良辰脱不开关系，只是他忍不住好奇地询问道：“那你秦家如何躲过这次危机？”这我也不清楚。秦雨墨开始装傻充愣，不过也道：“放心吧，六皇子，咱们秦家生是大钱人，死是大钱鬼。”秦雨墨害怕秦监家连夜改书信的消息给传到女帝耳中，到时候秦家可能官退一品了。安澜默默叹息，秦雨墨对他有戒心，可这时他又听到你的心声传来，他对秦家如此在意，难道在打秦家的主意，想要拉拢秦家？如果我估计没错，1个月后他就被立为储君，只是因为性别暴露导致储君之位失之交臂，现在却躲过这一灾，真是奇怪。你感到奇怪？剧情似乎变了。而安澜闻言不由复杂看着你，他母皇确实告诉过他，1个月后立他为皇储，让他最近小心一些，莫要被揭穿。
川。安澜目光热烈地看着你，内心暗自想着，若是能将他带回去，或许我也能轻易化解不少麻烦。你倏然拱手作揖道：“安公子，时候不早了，我还得带七妹回去，不然岳母怕是要责怪了。”安澜只能露出惋惜之色。安澜颔首，不过他突然拿出一块精致的玉佩递给你道：“我与徐公子可是相交恨晚，可惜时候不早，这玉佩你拿着吧，去宫中畅行无阻，日后可以去皇宫找我，还望徐公子莫要拒绝。”你见到他强硬要将玉佩塞给自己，还真没办法拒绝，于是只好接过，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说完便与安澜道别，转身带着秦雨墨离去。瞧着你们消失的背影，安澜愈发感觉徐秋的特殊，他应该在藏拙，不然知晓一切却不愿说出，甚至甘愿成为一名赘婿。莫非秦家有大机缘？安澜确实想不明白，因你脑海中东西足够让你衣食无忧，甚至位列人臣，成为当今圣上的红人，但你却没有，只是天天在摸鱼，四处游玩。若不是安澜能听见你的心声，或许他也忽略你这奇异人士。这时旁边的护卫道：“殿下，玉佩给他好吗？他一赘婿，莫要小看他。”六皇子安澜摆摆手，随后又补充道：“以后多留意秦家，有什么消息及时跟本王汇报。尤其秦家赘婿徐秋，此刻童家热闹非凡。童万霞原本被捉奸，未曾想到反被柳白问捅出一大堆事情。童万霞的母亲，也就是柳夫人知晓这件事之后，指着童万霞的鼻子骂道：你可真是糊涂呀！都是柳白问的错，若不是他，我那些事情也不会被爆出来。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柳夫人手捂着脑袋说道：“她现在感到头晕。童府可是堂堂正四品大官府邸，在京城之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世家。如今女儿出了这档事，估计童家名声相当难听了。毕竟所谓的世家，竟然教出这样的女儿，还未成亲就与他人私通。如今成亲之后亦是如此，这可如何是好？”柳夫人于是询问道：“万霞，你是如何知晓这件事情？”秦雨墨告诉我的。若不是他，我也不会去抓奸，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更不会让童家丢脸。童万霞说到这，他内心开始怨恨起来。倘若秦雨墨不提醒他，或许他就不会去万和街，更不会被爆出私通的事情。他们明明这么好感情，秦雨墨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此刻，柳夫人揉着脑袋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黄姨进门成为他的妾，孩子也随同姓。当然，日后也是你子嗣的奴婢。你也尽量也别跟叶良辰接触，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说完，柳夫人又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明日我去秦府找陈氏聊聊，看看秦雨墨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情的。”柳夫人直接拍板了，童万霞也不好反对。只是当柳夫人离开之后，童万霞握了握拳头，六神无主道：“不行，我还要找良辰哥哥，他这么聪明，一定会帮我想办法的。”秦雨墨这口气我是咽不下的，何况叶良辰答应过他，以后他们会在一起长长久久。如今不见面，童万霞可是相当难受。加之原本叶良辰让他令秦雨墨在六皇子面前出丑，可现在被秦雨墨反将一军，他可是见到当时万和街抓奸的时候，秦雨墨快要笑气岔了，所以他现在很是郁闷，一定要报复回来。小红，咱们走。童万霞神色严肃道。小红紧张好奇道：“小姐，咱们要去哪？找叶哥哥。可是夫人不是叫您最近不要接触叶公子吗？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童万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小红默默点头：“是小姐。”与此同时，皇宫朝会结束，秦少良与秦蒹葭感觉被人针对了。昨日女帝安晴天就让他们升官，可是到了朝会，不少官员站出来上奏反对，尤其御史台还有户部那群文官反对女帝的决策，说没有大功绩就晋升，对文武百官不公平。但武官那边并没有反对，毕竟秦蒹葭曾经评判以及镇守边疆的军功那是实打实，乃是文官闹得最凶，最后还是女帝力压群雄，这才通过。毕竟皇帝出口岂有反悔之说？出了皇城门，秦少良满是怒气道：“都是一群小人，王老夫对他们这么好，还真让女婿给说中了，都给老夫下绊子。”秦蒹葭则是心事重重。这时小夏来到他的身边，见秦少良坐上马车离去，小夏才缓缓开口：“叶公子与当朝宰相一事尚未查清楚，但是有一件事倒是查清楚了。”说罢，秦蒹葭深吸一口气：“叶公子与童家的童万霞有一腿，传闻他在成亲之前就与叶公子通房过了，甚至成亲之后也不知收敛，趁着夫婿熟睡在他面前行事。”小夏一五一十说着。秦蒹葭闻言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内心更加恶心叶良辰的为人。他想起你的心声，每一件事都被证实了，这就是他自误，认识一位狼心狗肺的东西。不知为何，秦蒹葭感觉叶良辰比你差了108000里，我真是眼瞎。秦蒹葭默默调侃自己一句，正准备离去时，突然一道声音从他身后响起：“秦将军。”秦蒹葭转身循声望去，发现叫住他之人正是叶良辰。秦蒹葭退后一步，面无表情道：“有事？”叶良辰瞧着退后一步的秦蒹葭，心想：你退后一步是认真的吗？不过他还是厚着脸皮解释今日的事情道：“朝会反对你与令堂升迁，乃是御史台的事情，我原本想要阻止他们，可惜没法阻止御史台侍郎，他正五品，他想要将朝会的事情撇得一干二净，并与御史台划分一干二净，以此证明自己的无辜。但是秦蒹葭知晓，御史台一半都是宰相的人，若是叶良辰与宰相有瓜葛，他也脱不了干系。秦蒹葭淡淡道：“知道了。”这时叶良辰又进一步道：“昨晚突然冒昧拜访秦家，是我叶某的不是，为表歉意，叶某想宴请秦将军。恰好我不久前做了一首诗，一首关于沙场的诗，想请蒹葭你点评。”原本他以为昨晚只是秦蒹葭稍微耍小性子，今日就会和好如初，继续对他温柔，只是没想到秦蒹葭表情略微恶心，并冷冷地说了一句：“抱歉，本将军身体有恙，恕不能前往。”叶良辰见到这一幕，微微一愣，怎么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原来对他倾心的秦蒹葭不见了，变成冷漠的陌生人。叶良辰下意识询问道：“为什么？为什么？”秦蒹葭闻言失望地摇了摇头，道：“你还是先顾好你的童妹妹吧。”说完又补充一句：“若是叶御史无事，本将军就回了。”之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去，没有给叶良辰说话的机会。他难以置信地望着秦蒹葭的背影，牙齿咬了起来。他可是答应宰相，以他的能力扳倒秦家，但现在想要接触秦蒹葭都变得极为困难。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回去路上忽然被请上轿子，随后就见到带着一丝哭腔的童万霞。叶良辰疑惑不解道：“怎么了？”童万霞这才含泪道：“叶哥哥，你要为我报仇。秦雨墨那贱人让我捉奸，没想到柳白问那混蛋反咬我一口，将我与你私通的事情爆出来，害得我现在名誉扫地。”原本心情就很差的叶良辰听完，顿时脸
脸气得涨红，没来由的一巴掌盖在童万霞稚嫩的脸蛋上，啪！此刻童万霞捂着通红八字印的脸蛋，难以置信地望着叶良辰：“你打我？”童万霞啜泣道：“你这个没良心的叶良辰，若不是当时是你逼我，万霞也不会如此这般。”童万霞感觉自己委屈极了，若是她在现代待过，就会知道渣男这个词。叶良辰完全就是这种人，吃干抹净，转身毫不留情地离开。不过此刻他也捂着脑袋，感觉头疼。若不是童万霞抓奸导致秘密被爆出，或许秦坚家就不会避开他。如今秦坚家在远离他，叶良辰的计划被完全破坏了。呜呜。童万霞还在哭哭啼啼起来，以泪洗脸，拿着丝巾不断擦脸，嘴巴骂骂咧咧道：“你这个负心汉！”叶良辰头痛的揉揉脑袋，随后这才跟他道歉，又是一阵哄，好说说歹说，这才让他止住哭声，嘤嘤的扑在叶良辰怀里。他然后道：“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吧。”于是童万霞将青玉茶楼遇见秦雨墨陪自己姐夫用早膳开始，从秦雨墨口中得知自己夫婿偷腥，然后现场捉奸反被误，而秦雨墨与他的姐夫全程看戏，甚至不时嘲笑他，真是贱人。叶良辰闻言拳头握了握，又是这徐秋，他与秦雨墨是如何知晓柳白问偷腥的事情？他感觉这个徐秋有些不对劲，这个倒插门原本应该死了才对。不仅长期服用他的毒药，他还在府上安插丫鬟监视徐秋，顺便收割他的性命，让秦坚家成为死老公的女人。趁着秦坚家空窗期，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侵入秦坚家的生活，干预秦家的事情，完成他的计划。如今咱们怎么办？童万霞依偎在叶良辰怀中，带着哭腔道。叶良辰轻轻抚摸着他的下巴道：“简单，只要一个更加离谱事件，就能掩盖掉咱们的事情。比如秦家那道插门与他的小姨子秦雨墨通奸的。”童万霞忽然眼眸亮了起来，万霞知道该如何做了。5日后，百华楼诗会，咱们将他们邀请过去，届时下点药，让他们睡在一起，趁着人多再去捉奸，将事情闹大。他想着禁不住的笑了起来，想到秦雨墨身败名裂，他愈发的开心。秦坚家返回秦府上，就见到妹妹秦雨墨与陈氏正在直勾勾的望着他。秦坚家不知所以，笑容上满是困惑之色。怎么了？陈氏叹了口气，正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之际，秦雨墨先开口道：“姐姐，姐夫对你多好，可你不正眼瞧他，还和他分房。如今人家已经心死了，打算不久就离开秦家浪迹天涯了。”秦坚家闻言怔住了，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两人。他敢这样做？听到他的话，就连秦少良抿了一口茶，放下白底兰花茶杯，轻轻晃晃脑袋。陈氏却道：“有什么不敢的？你又不喜欢他，一直晾着他，秦家与他又没有羁绊，而他如今的能力去哪都完全受欢迎，离开是迟早的事情，秦家留不住他，也绑不住他。”陈氏刚刚说完，秦雨墨就在一旁补充道：“就是今日六皇子还将玉佩赠送给他，盛邀他去宫中寻他。你可知道六皇子可是女子？”当他说完，秦少良身体下意识抖了一下，差点将茶杯碰倒。历经风霜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他瞪大眼睛看着秦雨墨：“你说的是真？”“当然是真，我今日就在姐夫身边，亲眼见到六皇子赠送玉佩给他。”“不是，而是六皇子是女子的事情。”秦雨墨疑惑不解地看向陈氏，陈氏晃晃琴手，端坐在春台上：“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敢说？你们是如何知晓？”秦少良询问道。“姐夫心声说的呗。”秦雨墨随口道。说到这，他又吐吐舌头：“我还差点揭穿六皇子的身份，幸好娘提前过来制止女儿，不然我真闯祸了。”说到这，陈氏没好气地瞪了秦雨墨一眼：“幸好我听见徐秋的心声，赶过去救你，要不然你真被人害了都不知。秦家也得罪皇室。”秦少良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感觉秦家这是死里逃生，还真多亏徐秋呀，要不然咱们秦家满门抄斩是迟早的事情。他忽然理解你为什么要离开。秦家如今在悬崖边上，下面是万丈深渊，一个不留神粉身碎骨是迟早的事情，人家这是有先见之明，提前离开免得惹火烧身。随后他又对三人补充道：“六皇子是公主的事情，你们可千万别说出去，不然咱们秦家死10次都不够呀。”“放心吧，爹，我们懂的。”秦雨墨拍着苏苏的胸脯说道。陈氏也颔首，只有秦坚家沉默不语。这时秦少良看着秦坚家语重心长道：“虽然你是将军，官职比爹还高，但是爹还是忍不住要说你，咱们秦家能有惊无险跨过危机，都多亏徐秋，咱们欠他恩情估计一辈子都难以还清。若你真就不喜欢他，爹可以同意让他与雨墨一起，甚至娶走雨墨，咱们全家过去都没问题。至于你那叶公子想要进咱们家，没门，他是什么人，爹会不清楚，处处针对咱们秦家，与御史台那帮人蛇鼠一窝，咱们秦家可以没有任何人，唯独不能没有徐秋，所以你自己决定吧。”秦少良话音刚落，秦雨墨原本面无表情，下一瞬间苏脸上满是绯红，连呼吸都变得紊乱，一副少女思春的样子。只是秦坚家面无表情，只是淡淡道：“我知道了，其实不用他人劝说，他也明白你的重要性。至于叶良辰，秦坚家早就死心了，这家伙不是一个好人，他一开始接近秦家就心怀叵测，若不是你的心声，或许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说完，秦坚家便转身离去。瞧着他离开的背影，秦雨墨抿了抿唇瓣，原本抱有一丝希望的他，顿时感觉一阵失落。与此同时，东厢院院子凉亭，你坐在圆凳上，圆桌上放着妃子酿，抿了几口，欣赏今晚的圆月，回味着自己的前世今生。这时小翠拿来一件外衣，轻轻披在你的肩上。“姑爷，莫要着凉了，您身体出浴，最不能受凉。”“谢了。”你轻轻道。“姑爷，奴婢是下人，用不着谢。”小翠依旧甜甜道。这时你听见秦坚家的脚步声，正打算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在这时，秦坚家银铃般的声音传来：“今晚睡我房间吧。”你表情古怪地望着秦坚家，奇怪，他转性了吗？居然邀我去他闺房。算了，说不定他恰好心血来潮作戏，亦或是被逼的，我还是拒绝吧。可是还没等你拒绝，秦坚家语气中夹着一丝怨嗔道：“我困了，你还不快点？”你顿时就懵了。一旁的小翠也喜悦说道：“姑爷，大小姐允许您同房了，您还不快去？”你闻言只好无语的起身，缓缓跟在秦坚家的娇躯身后。一踏进闺房，一股淡雅的熏香扑面而来，宛如春日般温和。这就是老婆的房间吗？确实不错。你喃喃自语着，并东张西望起来。秦坚家的房间非常简单，一张八角闺绣玲珑床，一张精致的梳妆台，一张圆桌，春花图文风品，古色古香的衣柜以及箱子，就没有别的东西。然而你的目光被窗边摆放的美人榻所吸引，于是你就道：“我睡那里吧，今晚不打扰你了。”秦坚家扭头看向你，一副淡雅的声音道：“你只能睡在床上，哪里都不能睡。”那语气带着一丝毋庸置疑。然后他毫不在意地
摘下自己的外衣裳，露出秀色单薄内衣上，纤细的脚丫同样露出一半，还有一截白皙小腿。只是当他抬起头，发现你正无所事事地盯着他的半露的脚丫，于是秦蒹葭面无表情地微微抬起脚丫子，在你面前稍微蠕动脚趾，双手撑在身后的床上，道：“你想要摸摸看吗？”可你干咳一声，摆摆手，我没有那种癖好。我记得之前他还很抗拒的，但现在情况真是有些诡异。他该不会想玩什么夫妻的过家家游戏吧？真是让人猜不透。你狐疑地望着他，想要在他脸上找到答案，可惜秦蒹葭依旧无动于衷。秦蒹葭见你还不过来，你还傻傻站着干嘛？等你弄好我再去吧。说实话，你还是第一次与他同一个房间，没有看清秦蒹葭的目的，你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但秦蒹葭伸出柔仪，拍了拍酥臀边露白的软床，你过来。见他眼睛带着上位者的气息，你叹息一声，虽然搞不清楚状况，但估计今晚不得安宁了，只求不要有什么变故才行。现在你确实打不赢娘子。秦蒹葭身为大前第一女将，实力至少也是一流武者，甚至迈入宗师级别。你缓缓走了过去，随后便坐在他身旁，一股淡雅的幽香传来。你还是第一次与他靠得如此近，你睡在里面吧。秦蒹葭银铃般的声音响起，说话时没有丝毫的迟疑。你真不介意？你最终还是忍不住出声询问。你可是我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夫君，我要介意什么？秦蒹葭的声音再次响起，并歪着头看着你，一缕秀发缓缓垂下，使得她更加可爱些。你颔首，也没有矫情，褪下靴子，爬上床，便静静地躺在柔软床的内侧。你鼻子闻着一直萦绕的女儿香，身后感受着床的软绵，扭头就见到摘下盘在秀发上金色发簪的秦蒹葭。只见一袭青丝如瀑布般顺着香肩柳腰流下，直径垂在软床上，细腰同样在长发上若隐若现，完美的弧度确实令人浮想联翩。你瞧着眼前的一幕，30为人的我经历过的人生够长了，如今与他同床却有一丝紧张，真稀奇。或许是因为原主自身的感情，毕竟原主可是一直很喜欢秦蒹葭的，如今自己继承他的一切，感情同样也被继承了。噗！听见你心声的秦蒹葭扭过琴手，忽而轻笑一声，在你不明所以中，最终脱下绑在玉足上的锦袜，露出一只皎洁的脚丫，并缓缓躺下。你还是第一次见到秦蒹葭对你笑，真是稀奇了。你忍不住开口询问，你在笑什么？想到心口不一的人，秦蒹葭模棱两可的回答，随后空气像是静止一般，房间一阵寂静，只有蜡烛摇曳的声音，以及外面虫鸣夜色下的斗转星移。时间也一点点流逝，房间的寂静犹如静谧的森林。这时秦蒹葭的声音打破这场极致的静谧，清泉般的声音响起，听说你今日与小妹观赏童万霞捉剑。没错。你闭着眼睛随口回答道，而后就没有声响，闺房继续归于寂静。秦蒹葭并没有气馁，仿佛习以为常似的，他依然继续开口道，他与叶良辰的消息京城都传遍了，女帝也知晓。知道。你放心吧，他以后不会出现在我面前，这种人少来往挺好的。他撇过琴手，盯着你的侧脸，默默地叹息一声，带着些许委屈道，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吗？为何生气？你若无其事开口着，内心感到好笑，这种小事确实不值得我生气，不过枕头有点硬。秦蒹葭随手将自己枕头递给你，软糯声音道，这个给你吧，里面填充狐球，比较柔软。你愣愣地接过秦蒹葭递过来的枕头，谢谢。闻着满是芳香的枕头，你都有些怀疑秦蒹葭会读心术了。他有读心术，还是说知夫莫若妻？可是我们刚刚成亲没多久，算了，随他去吧。秦蒹葭闻言，忽然稚嫩唇角微微翘起，又默默补充道，我的脚丫，你真不摸摸看？你颇为无语道，真不用。那睡觉吧，晚安。你还未回过神来，下意识地回了一句。翌日等你醒来，已经是清晨了，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床榻上，然后就见到正在打水的小翠，以及她婉转的声音，姑爷起床了，小姐已经去上朝了。你捂住脑袋起身，摸着身旁尚存的体温，感觉昨晚的事情有些出乎意料，如同梦境一般。秦蒹葭转性确实让你猝不及防，你还在消化昨晚的事情时，小翠继续道，不过姑爷有一件好事，小姐让人将你的东西全都搬进这房间里来，以后姑爷与小姐同房了，姑爷你再也不用睡偏房了。这时候陈氏身边的丫鬟小乔走了过来道，姑爷夫人叫你过去一趟。秦府偏堂，一位丫鬟给柳夫人倒了一杯茶，便退在一旁。柳夫人望着陈氏，忍不住开口询问道，陈夫人，你可知晓你家子婿与女儿是如何发现柳白问的事情？这我可不知，你只能询问他们。陈氏装聋作哑道。这时小乔来到偏堂道，夫人，姑爷来了。你只好拱手道，柳夫人早安。柳夫人没有正眼瞧你，只是拿起茶杯拨了拨茶盖，漫不经心地说着，你同样没有正眼瞧过柳夫人。柳夫人，这是因为童万霞的事情吗？按照我对剧情的了解，估计是童万霞哭诉责任全都推在我与秦雨墨身上，不过他们两母子还真是半斤八两，女儿与叶良辰苟合，柳夫人则是与他女婿深夜情。你记得柳夫人在榻上还叫柳白问柳哥哥来着。至于柳白问偷腥的黄衣，不过是柳白问的挡箭牌，掩护的工具罢了，所以柳白问偷腥被抓，如今也只是轻轻了事，甚至还将黄衣娶进门。你不由得想起这作者还真是一个人才，这种剧情都不知道是如何想出来的。此刻原本正在喝茶缓解尴尬气氛的陈氏陈小妹听见你的心声，不免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张目结舌望着柳夫人，表情很是难以置信。这童家也太乱了吧，还真是有其女必有其母，一大谱啊。特别是听见柳夫人居然与他女婿，听说柳白问可是柳夫人娘家一名侄子，这陈氏开始嫌弃柳夫人了。柳夫人不明所以，只是你的态度让她有些不爽，但想到童万霞的事情，只好忍住不忿，询问道，徐小侄，你与秦雨墨是如何知晓柳白问在万和街的事情？不知晓。你淡淡回答。柳夫人眉头微挑，眼角也是微抬，似乎有些生气。你不知晓，如何知道柳白问在万和街？陈氏也知道你对柳夫人刚刚的态度不满，于是对柳夫人道，抱歉，徐秋最近刚刚病愈，心情低沉，我看他就是不想回答。柳夫人没好气地说道，甚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啪了一声。她此刻再也忍不住了，这小赘婿居然冒犯她。你依旧正眼没抬过，内心想着这女人看着就烦人。陈氏要是知道就是因为她的陷害才撞墙自尽的，估计早赶走了。原本想要做和事佬的陈氏，听闻脸也很快垮下来。陈氏没料到原来害她之人居然是柳夫人，曾经陈氏可是将她当成好姐妹，甚至是推心置腹的姐妹。徐秋童言无忌，柳夫人不要多怪，尤其她刚刚病愈，经常忘记也正常，说不定过几日就记起来了。陈氏铁了心维护你。柳夫人啧舌地看着陈氏，陈夫人，你这就说得过分，可她刚刚
刚说了一半，一道声音就传过来：“柳夫人，我姐夫确实不知道，难道你还想用屈打成招那种方式？”只见秦雨墨直接跨门而来，再听见娘亲因为柳夫人陷害，撞墙自尽以证清白，恨不得将柳夫人打出去。他女儿与他一样都是害人精，让人差点得罪皇室。你这丫头还真是牙尖嘴利。柳夫人气不打来，秦家似乎在针对她。多谢夸奖。秦雨墨一脸自傲地抬起脑袋。柳夫人见到这一幕，内心狠狠唾骂一句。不过她很想知你与秦雨墨如何知晓昨晚的事情，于是厚着脸皮道：“秦侄女，你如何知晓柳白问在万和街事情？我不是已经对童小姐说了吗？在万和街见到柳白问与一名老妇搂搂抱抱呀。”忽然她回想起昨天女儿童万霞拜托她几张诗会请柬，邀你与秦雨墨参与。柳夫人知晓女儿咽不下这口气，想要用诗会给他们一点教训。柳夫人原本是反对，但现在她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勉强挤出笑容道：“原来是这样，都怪那臭丫头没有跟我说清楚。”然后她话题强硬一转道：“对了，我方才想起一件事，这里有几张请帖，是5日后晚上百花诗会的，你们女婿与秦侄女都很有诗才，可以与京城年轻一辈交流。听说这是几位皇子举办的，各大世家都抢着要去，不知你们秦家赏不赏皇子们的脸？”柳夫人为了将话给说死，直接扯皇子的旗帜发出邀请。陈氏眉头微挑，明知道有问题，可她不能拒绝。好的，柳夫人，秦家会准时到场。柳夫人含笑道：“那就恭候大驾了。”说完，她便头也不回离去。随后陈小梅转身对你与秦雨墨道：“柳夫人估计没安好心，你们可要小心一些。”放心吧，娘，有姐夫在，咱们不会有事的。秦雨墨满是自信说道。随后几日时间里，你都无所事事，即便你与秦监家共眠一起，也依旧平静如水，偶尔晚上闲聊一阵。只是经常他询问我的脚，你要摸摸看吗？你都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假装他没有询问过。毕竟一位美色绝佳的女子，伸出宛如小白兔般白腻柔软的小脚丫，问你需不需要摸摸看，你总感觉自己到心在一次次地受到挑战，迟早有一天会忍不住上手。风平浪静了5日，这日秦雨墨已经来了。姐夫，走吧，百华诗会要开始了。随后你和秦雨墨乘坐陈氏的马车前往。此刻楼阁亭台上，叶良辰见到你与秦雨墨从马车上下来，他抿了一杯酒，戏谑笑容对童万霞耳垂细声道：“他们来了，放心吧，叶郎，他们会后悔今日来百花楼的。”童万霞依偎在他胸膛，阴声笑道。叶良辰闻言轻轻颔首，一只手不老实的手，引得童万霞一阵埋怨的娇嗔道：“叶哥哥还真是不知羞耻。”叶良辰无所谓的揪住他的下巴，痞气笑道：“我不知羞耻，可你喜欢跟不知羞耻的人一起哦。”叶郎还真是讨厌，果然男子都是色胚子。童万霞娇嗔一句，扭着臀部，骚里骚气的起身离开阁楼亭台。而刚刚下马车的秦雨墨道：“可惜姐姐有事不能来，若是秦监家也来，说不定他们更加安全。毕竟秦监家实力在大前数1数2，他是将军，来这也不适合。你简单回答。”诗会都是文人最喜欢卖弄文采的地方，他们一般都不喜欢武将武官，毕竟对他们来说练武都是粗鄙之人。确实，秦雨墨颔首，随后扭头忽闪明亮眼眸，满脸期待的看向姐夫：“那你会作诗吗？”“不会。”你直白道。虽然你前几世的记忆都在，抄诗轻而易举，但是叶良辰身为本书的男主，也身为穿越者，早就抄了不少诗，所以没有必要，毕竟容易撞衫。你没打算让自己出名，因此也不打算抄诗。无聊。秦雨墨想要听你的心声，可惜你一点心声都没有。他正想要说话，忽然陈氏干咳一声，走到他们中间，将你与秦雨墨隔开，并道：“你们2个可别粘太紧，注意形象呀，不然这些文人又要嚼秦家的舌根了。”此刻的秦雨墨几乎粘着你，就差挽住你的手臂。娘，秦雨墨幽怨地望着自己娘亲，难得诗会跟幽会一样，不能和姐夫贴贴了。我说你还不乐意了？你个野丫头，要点教养不？陈氏没好气道。就在他们大眼瞪小眼时候，这时六皇子安澜走了过来。秦家夫人，秦姑娘，徐兄。陈氏与秦雨墨立即欠身恭敬道：“六殿下，殿下万福。”你也在一旁稍微拱手道：“六殿下免礼。”六皇子安澜稍微摆摆手，随后他看向你道：“不知徐兄今晚可否赏脸，陪小王会见其他文人才子？”这邀请根本没有拒绝的可能，你只好颔首，当然没有问题。六皇子安澜对陈氏道了一句：“陈夫人冒昧借用你家的女婿。”而后便让你跟在他进入百花楼，并上2楼，前往百花楼为皇室准备的厢房。陈氏与秦雨墨见到他们，你就这样被六皇子邀请，表情颇为复杂。秦雨墨忍不住瞧着他的背影道：“六公，六皇子似乎看中姐夫了。”是啊，这极为不合理。陈氏也感觉不对劲，突然陈氏推测道：“难道六皇子也看上了你姐夫？”秦雨墨极为紧张道：“他该不会将姐夫抓去当驸马吧？”打住！陈氏趁他没有说完，立刻制止他，并道：“他身份还没有暴露，所以你姐夫还是安全的。”秦雨墨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可是陈氏此刻内心也没有底，毕竟对方可是皇室，尤其是女帝最宠爱的女儿，不惜让她女扮男装继承皇位。